哋個 HGUC 1:144 Gundam Mark III 喺2021年推出，定價係2420 yen。咁簡單講下呢部機嘅設定先啦。MSF 007 Gundam Mark III 出自 ZMSV， 係奧干軍嘅攻擊用視作 MS。咁佢係 Mark II 嘅後繼機嚟嘅。喺格普里斯戰役嘅時候呢，奧干軍為咗增加戰力，發動咗個古華多羅帶領嘅強奪作戰，喺泰坦斯手上奪得咗 Gundam Mark II。咁 Gundam Mark II 使用咗可動式骨架技術呢，呢個技術成為咗 Z 計劃嘅基礎。先係好快咁講下機體嘅數值先啦。高度22米，頭頂高19.5米，全裝備重量48.2公噸，本體重量32.1公噸，出力2022 kW，索敵距離11500米，裝甲高達尼姆合金，動力爐超話速米諾夫斯基粒子融合爐。Mark III 作為 Mark II 嘅發展型，簡化咗機體構造，升級咗關節材料，喺增加運動性嘅同時咧，保持到機體嘅強度，嘗試去改善 Mark II 整備成本過高、難以量產化嘅問題。不過喺格普里斯戰役嘅後期，奧干軍使用咗同樣有力奇戴亞斯發展，加上可動式骨架技術設計而成嘅雷姆，作為佢哋嘅主力量產機。而呢部 Mark III 操縱難度較高，性價比咧係比唔上雷姆。咁只生產咗少數作為測試機使用嘅啫。機體介紹咧暫時嚟到呢度啦，我哋而家嚟開始砌。駕駛艙方面呢部機採用咗全周天駕駛艙。全周天係指將成個駕駛艙周圍都設計成顯示熒幕，可以重現到機體外面嘅全景。喺宇宙戰360度嘅環境入邊呢，比舊式駕駛艙視野更廣，有利於駕駛員進行目視戰鬥，亦都喺作品入邊所講嘅白兵戰。駕駛艙入邊咧採用咗線性座椅。線性座椅有咩咁特別呢？機師嘅駕駛服背部可以自動咁通過線性座椅嘅扣具同將座椅連接埋一齊，從而將駕駛員固定喺座椅上面。除咗免卻手動攬安全帶嘅時間同埋麻煩之外咧，線性座椅仲可以幫駕駛員降低 G 力對佢哋嘅影響。睇睇個頭部啦，個頭部咧造型介乎 Zeta Gundam 同埋 Gundam Mark II 之間啦，有類似 Zeta 嘅面相，但係咧就冇下面嗰個尖嘴嘅。左右咧只有各一條天線。後腦同埋主監視器嘅位置咧比較似 Gundam Mark II， 咁佢係冇頭部嘅火神炮嘅。大家可以見到佢天線中間呢粒紅色嘢咧係非常之尖同細嘅。地板精靈咧最中意食呢啲零件，所以大家剪嘅時候咧要小心啲啦。兩邊面盒嘅位置咧設定上係深灰色，雖然同面部零件連埋一體，但連接位咧會俾左右合上嘅頭盔遮住。咁咧你分析咧就好簡單，可以只由呢個位，咁就唔使擔心出界嘅問題啦。至於手部咧，前臂、上臂雖然係兩邊夾埋，但係佢有裝甲接縫嘅造型，咁係唔需要補夾口嘅。關節嘅設計比較簡單啦，冇二重關節，但係前臂咧就可以180度咁轉動。呢種關節同二重關節咧其實各有好處嘅。你擺姿勢嘅時候咧，好少會將前臂極限彎曲到貼埋個上臂嗰個位度啦。咁我會比較偏向上色比較友善嘅呢種簡單嘅關節。咁近年咧 Bandai 出嘅好多模型入邊咧都用咗呢種裝甲接縫嘅處理啦。咁你可以俾玩家咧減省咗補夾口嘅時間啦。咁其實呢個都好見仁見智嘅，因為有部分嘅模型咧，例如 GTO 嘅渣古咧，佢前臂咧都係有呢種裝甲接縫嘅處理嘅。不過咧我就覺得唔係太靚啊。佢本身有兩條橫線，你再加一條直嘅粗線落去咧，感覺上好奇怪。所以咧我就會補咗嘅。咁呢部 Mark III 咧我就唔會補啦，因為我覺得佢個裝甲接縫咧對整體造型冇咩影響嘅。咁呢部 Mark III 咧我就係唔會將呢條坑補咗佢嘅，因為我覺得呢個設計都唔錯，幾靚，對整體造型咧亦都冇咩影響。腳部嘅分件亦都係唔錯啦，喺呢個位。呢個位同手部一樣有裝甲接縫嘅處理，咁係唔需要補夾口嘅。而膝關節咧仲有一個特點，屈曲到特定嘅角度嘅時候咧，後面呢塊裝甲會向內縮嘅，咁減少咗裝甲造型對可動性嘅影響啦。我覺得呢個位咧其實幾有心思。腰部同埋裙甲嘅部分，前裙甲咧一如以往可以切開中間個連接位，令到左右裙甲分別可動。
至於後面呢一大塊嘅後裙夾呢，竟然係完全冇可動嘅，好令人失望。而且呢，佢唔可動，阻礙咗側裙夾嘅可動，連帶影響埋前裙夾。我覺得算係成個套件比較差嘅位置。喺砌背包同埋武器之前呢，首先將本體組合一下，俾大家睇下佢嘅整體比例啦，同埋佢嘅可動。肘關節呢度嘅可動，同埋頭先講過呢個膝關節嘅特點啦。後面呢塊裝甲係會縮入去嘅。好，嚟到背包嘅部分啦，中間呢個位呢，可以裝備光速加農炮2支，下面呢有3個主力推進器，另外左右呢分別係各一隻可動翼。可動翼嘅上方呢係推進噴嘴，下面呢係穩定器。咁上下兩塊大細嘅翼呢都各自有可動嘅。2支光速加農炮呢，我就留翻武器一次過講。咁你睇個背包呢，可以睇得出呢，其實佢係 base on 力奇大師嘅設計嘅。同白色比較呢，就比較厚身啦，同埋多咗呢個位嘅基座嘅。我講下自己個人喜好啦，其實我係幾中意 Z 系嘅機體嘅。咁呢部 Mark III 咧喺 G Generation 系列同埋 Gundam Battle Operation 入邊咧都見過㗎啦。但係咧呢幾年咧只係出咗 1:100嘅模型啦。咁但係我就主力玩1:144，所以咧呢部機對於我嚟講咧其實算係一部怨念機啦。咁但係咧希望嚟啦！當我見到 Build Divers 入邊呢部機出場嘅時候咧，我就估到佢會出呢個 HGUC 版嘅 Mark III 嘅。咁因為咧佢 Build Divers 入邊呢部機咧其實係 based on Mark III 嘅設計而去做嘅。咁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咧，真係見到呢個 Premium Bandai 開訂。咁當然啦，咁冷門嘅機你都唔使旨意諗佢會喺街貨嗰度賣㗎啦。都係乖乖地俾錢訂啦。武器方面啦，2支光速加農炮可以兼用為大型光速劍，佢咧可以跟住呢個機座向前轉動到一定嘅角度嘅，但係好可惜咧係會頂住 V 字天線嘅，所以佢嘅可動角度咧其實有限。手持武器方面啦，有2支光速步槍，第一支咧係經典嘅左右夾槍身，再加上尖嘅槍嘴啦。造型幾纖細嘅光速槍嚟嘅，咁個彈夾咧就裝喺下面呢個位。而另一把光速步槍咧，同樣地左右夾埋槍身啦，再加上一個瞄準器。咁呢個瞄準器喺入面咧，我哋可以見到佢係有偷膠嘅。呢把槍咧造型咧比較方方正正啦，彈夾同樣裝喺槍嘅下邊啦。裝上咗之後咧，幾乎係睇唔到嘅。咁我比較中意第一把槍咯。咁套件除咗左右嘅空洞型拳頭之外呢，仲附有咗大型光速劍專用嘅造型手啦。好可惜呢係冇普通開掌或者握拳嘅造型手嘅。不過呢個揸大劍嘅手，你都可以當係一個有啲奇怪嘅開掌手嚟用嘅。炮身呢係一個底座再插上左右夾嘅炮管嘅。咁以 Bandai 嘅技術當然可以做好啲啦，但係 HG 嘅規格呢，咁大家都冇 FF 咁多啦。仲有盾牌，盾牌基本上咧就係深藍色同淺藍色2片零件啦，再加上同手臂嘅連接件組成嘅。盾牌嘅內側咧可以裝2個後備彈夾，而外側呢個位置咧可以收納2支光速劍。光速劍咧可以直接喺盾牌上面展開。咁我幾中意呢個盾牌上邊光速劍可以直接展開嘅設計啦，感覺上喺真正戰鬥嘅時候咧可以減少咗佢掹劍嘅時間，同時咧可以令到敵方駕駛員咧難以判斷，哇！你究竟係出劍定係出盾呢？咁呢個唔係官方設定啦，只係我自己嘅個人估計嚟嘅啫。咁喺砌嘅時候咧，我係冇將貼紙貼上去嘅，咁方便遲啲上色嘅時候唔需要再搣翻個貼紙出嚟啦。另外都想俾大家睇下冇經過任何加工咧，呢個套件砌出嚟係咩樣嘅。咁睇下佢嘅剩餘零件啦。由於佢係兼用 Build Divers 系列嘅呢部機嘅，咁所以佢嘅剩餘零件都會比較多，有啲噴射嘴啦、關節嘅連接件啦、有啲裝甲位置嘅件啦。另外呢個前裙甲呢，其實係可以無改造咁裝翻上去 Mark III 上面嘅。
咁你就可以隨自己喜好啦，你揀一個前裙甲嘅零件。我哋嚟講下呢個模型，需要貼貼紙或者話冇分到色嘅位置，有左右面盒、深灰色呢兩個位啦，肩膊嘅前後左右黃色嘅姿勢際遇噴嘴，有可動翼下面呢個部分。綠色嘅貼紙呢，有頭部、主監視器、後方監視器同埋雙眼，同埋心口兩個輔助監視器。另外仲有兩把光速步槍嘅瞄準器啦，仲有盾牌兩個紅色三角形喺呢個位。除咗背包兩碌光速加農炮同埋兩支光速步槍之外呢，基本上呢係冇任何位需要補夾口嘅。咁呢部機嘅分件其實做得唔錯啦，擺少少 pose 俾大家睇。咁同時呢，亦都會 show 一啲呢同同系列模型比較嘅圖片嘅。咁大家可以大約去睇下呢部機嘅比例啦。佢嘅分件唔錯啦，好多夾口位都做咗裝甲接縫處理啦。咁除咗本體嘅分件之外呢，其實佢都附有幾多配件㗎。例如呢個大型光速劍嘅揸劍手呢，其實幾少見。咁除咗呢部之外呢，我諗應該只有 Double Zeta 入邊先會有附有呢個大型光速劍嘅揸劍手。另外呢，普通光速步槍都俾咗兩把。仲有另外一個欣賞嘅點就係呢，佢真係俾咗4個可以裝拆嘅彈夾嚟嘅。喺 Mark II 入邊呢，盾牌彈夾呢個位置呢係連住盾牌嘅基座嘅，所以呢係冇得拆出嚟嘅。咁呢個設計有幾欣賞啦。咁亦都為呢部冇變形、冇太多特別堅密嘅機體增加咗啲玩味啦。好，嚟到條片最後嘅評分環節。咁呢部 HGUC Gundam Mark III 值唔值得買呢？係值得買嘅。好，咁今日呢條片呢，內容嚟到呢度啦，下次再見啦。